你看过这几张画吗？这些画的作者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艺术家 Banksy， 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出上千万台币天价。但 Banksy 的真实身份到今天都没什么人知道。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最神秘的艺术家 Banksy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哦。Banksy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涂鸦艺术家，他的作品很常用一种幽默讽刺的方式去批评某些社会政治议题，甚至是恶搞艺术体制本身。像是他最有名的一场战役呢，是在富士比拍卖行拍卖的气球小女孩。这幅画曾经被评为英国人最喜欢的作品，而当时被疯狂的竞价，最后卖出了106万英镑的价格。没想到呢，在宣布成交的当下 ，Banksy 藏在画框里面的碎纸机发动，气球小女孩直接被搅碎一半，让全场的人都傻爆眼。不过 Banksy 虽然很受大家欢迎哦，可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2020年，就有一个人拍了一部叫做《神秘涂鸦客》的纪录片，尝试去追查说这个 Banksy 到底是谁，他是怎么崛起的，又为什么要那么神秘？那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个纪录片出发，一起来看看 Banksy 的故事吧。Banksy 是谁？要开始这个侦探游戏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手上有什么线索。而目前大家能够100% 确认的资讯其实非常少，而其中一个关键资讯是 Banksy 是在布里斯托这个地方起家的。布里斯托是英国的大城市，也是英国涂鸦艺术的重镇。那在90年代左右 ，Banksy 的签名还有喷画就开始在布里斯托的街头频繁的出现，在街头艺术的圈子里面也慢慢的累积起名气。而到了2002年左右 ，Banksy 的涂鸦移动到了伦敦，当时他大量采用所谓的模板涂鸦技术。也就是先在纸或者硬板上面刻出图案，做成一个模板，然后拿到街头去，直接用滚筒或者喷漆上色。那因为这种技术可以事先雕刻好模板现场作画的时间很短，作品的扩散速度非常的快。而且 Banksy 虽然是在批评社会问题，但是他的作品都很直白幽默，成功的吸引到了很多民众的喜爱。而再加上当时网络也开始普及，Banksy 的作品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上走红，而画作的价格也疯狂的上涨。崛起之后的 Banksy 整个越玩越大，想要利用自己的名气让民众去关注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比如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还盖了一座围墙把巴勒斯坦人隔开来。而 Banksy 在2017年就到了这个地方在围墙上面涂鸦，讽刺以色列和联合国的不作为，又开了一家号称全世界景观最丑的饭店，直接面对以色列，吸引到了很多旅客来关注这件事情。而另外一个经典作品是暗黑迪士尼，大家想到迪士尼马上就联想到幸福快乐童话，但是 Banksy 的暗黑迪士尼里面摆满了关于死亡忧郁、贫穷的艺术品，讽刺迪士尼和资本主义包装出来的社会都是假象。而另外在2013年 Banksy 还非常嚣张的在纽约进行了1个月的游击战展览，在这1个月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在纽约街头冒出一幅 Banksy 的作品。而这个展览引起了全城轰动大家每天早上起来都在猜 Banksy 又做了什么样疯狂的事情，比谁先找到这个 Banksy 的作品，变成了一个全民寻宝游戏。而且不只是媒体还有民众，连画商也在追着 Banksy 跑，有的些时候甚至会把画连这个墙壁切下来直接搬去卖。不过当然也有人超级讨厌他，纽约市长彭博公开批评说 Banksy 没有经过允许就擅自涂鸦民众和政府的建筑，这种破坏行为不是艺术，是伤风败德和失控的表现。而纽约市警察局也下令要逮捕 Banksy。不过很神奇的是从媒体、民众到警察全程通缉的 Banksy 竟然还是能够大摇大摆的作画，从来没有被抓到过。Banksy 到底是何方神圣？第一号嫌疑人是英国乐团强烈冲击的主唱罗伯·德纳奖。这个人选是由一个新闻系学生威廉斯提出来的。他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去听强烈冲击的演唱会，音乐听一听，酒喝一喝，忽然灵感来了。等等，强烈冲击跟 Banksy 都是在布里斯托起家，而强烈冲击说过自己受到 Banksy 影响，两个人都很关心社会议题。他们不是该会不会有关系吧？本来只是喝茫突发奇想，但是威廉斯回去查一查资料，发现靠，每次 Banksy 的画作出现的时候附近都刚好会有强烈冲击的演出。再查下去还发现强烈冲击的主唱本人原来就是布里斯托最早期的涂鸦艺术家。他涂鸦的时候他用了艺名叫做3D，而 Banksy 也曾经说过自己深受3D 的影响。而威廉斯表示抓到了，你们根本就是同一个人。他把这些证据整理成文章之后发表，然后一夜成名。不过有不少人质疑这个理论只是巧合，因为 Banksy 跟强烈冲击都是同个圈子的人，政治立场接近，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有人更仔细的考证之后发现，有
有一次强烈冲击在美国演出，可是前天晚上在英国出现了 Banksy 的画作，时间对不起来。而至于强烈冲击的主唱也出面否认但是他否认完之后呢，还讲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人人都是 Banksy。”第2号嫌疑人呢，叫做杰米·休利特。提出这个理论的呢，是一个匿名鉴定专家。他平常的工作就是调查公司行号做尽责调查，还有追查负责人背景的。所以看到 Banksy 的传奇呢，也寄养想要来破解。那因为 Banksy 曾经拍过纪录片这个专家就想着说，拍片一定要有制片公司，有注册名字，有年报，那可能是一个破口。他沿着这些线索一路追查下去所以锁定了一个叫做休利特的人身上。休利特是谁呢？他本身是一个漫画家，同时也是一个虚拟乐团街头霸王的成员。那 Banksy 曾经帮过这个乐团制作 MV， 也帮过这个乐团主唱设计专辑的封面。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休利特本人呢，跟网络上面谣传的 Banksy 流出画面也长得有点像。那这个理论公布之后，休利特本人没有回应但是公司负责人很快就换了名字。而 Banksy 的经纪人也发表声明表示，休利特不是 Banksy。但是有点微妙的是，这个声明里面呢，把休利特的名字拼错了，从 E 变成 I。不少人呢就在怀疑说，这个是不是不小心拼错呢？还是故意写错？这样子以后如果被抓到，才可以装傻说我说他不是 Hewlett， 那但也没有说他不是 Hewlett 啊。第3号嫌疑人呢，叫做罗伯·甘宁汉，而这可能是所有候选理论里面花了最大力气的一个。一开始呢，是一个小报的新闻作者，他非常的想要破解 Banksy 的身份，所以一个一个去查跟 Banksy 有关的所有的报道。最后呢，竟然被他在一张早期的报道上面找到了 Banksy 本人的照片，而且这张照片后来就神秘的消失了，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过。记者拿着这个照片问过一轮之后呢，有人告诉他，这个照片里面的人叫做罗伯·甘宁汉，是一个布里斯托人。那这个记者呢，就追查到了这个甘宁汉的选民记录，还跑到了布里斯托去拿着照片到处去问当地人。慢慢就发现说，甘宁汉的足迹跟 Banksy 非常重叠，都差不多在同样的时期呢，在布里斯托伦敦、纽约等地的地方待过。而且当记者向甘宁汉的爸爸查证的时候，他爸爸笑笑表示说：“我什么都不能说。”这个回答听起来就超有鬼而更绝的是，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有个专业的犯罪学家毛起来，利用侦查刑事案件的方式，把 Banksy 跟甘宁汉的足迹喂给电脑系统去比对。那根据系统跑出来的结果呢，他认为有很强烈的证据显示，甘宁汉就是 Banksy。那虽然甘宁汉看起来几率很高，不过这个说法也有不少反驳的声音，像是有人呢就觉得这只是另外一个巧合。布里斯托是很大的城市，人那么多，要找到跟 Banksy 足迹接近的人有多难啦？还有其他人提出很多类似的人选，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全部都没有一击必毙的铁证。而纪录片里面呢，就有访问到 Banksy 的前经纪人他很得意的说，他们团队花了很多力气在保护 Banksy 的身份，很早就学会放假消息丢烟雾弹，而且 Banksy 每次出手都经过很缜密的规划，你们是抓不到的啦。而另外也有人指出说 ，Banksy 最有名的模板技术其实根本不用本人出现，只要是先弄好模板，请人喷上去就好。所以 Banksy 很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在世界各地都有据点。而这种种追击 Banksy 的运动呢，后来就出现了两派对立的声音。像有派人呢就很想要知道 Banksy 是谁，他们质疑说 Banksy 没有大家讲的那么伟大，一直搞神秘不出现只是一种行销炒作的手法。他们认为 Banksy 虽然以批评资本主义还有艺术市场闻名，可是他越批评，媒体报道和讨论度越多，他的话反而更值钱，让他可以靠着这些钱养活自己跟团队。像是前面提到的富士比拍卖 Banksy 在拍卖现场把画碎掉，看起来很激进很批判，但是拍卖得主反而更开心，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新闻版面，整个画的价格直接大暴涨，还连带的拉抬起了 Banksy其他作品的价格。所以批评的人就认为Banksy 的批评根本没用，甚至 Banksy 你本身也从中得利，不要再装什么街头艺术家了，你也是资本家啊。不过支持的人呢就表示说 Banksy 的画本来就是属于街头社区的，是贪心的收藏家呢把它搬进美术馆卖钱，他自己也常常嘲讽这种把街头艺术放在美术馆的行为，所以这个炒作现象不是他本人造成的现象。而且 Banksy 常常拿自己的作品的收入去做慈善，他为弱势发声的作品也确实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带来关注。而这个影响力还有神话其实很大部分都来自于 Banksy 的神秘感，所以他们认为 Banksy 保持匿名才能够对社会发挥最大的效益，根本没有必要戳破他的身份。那么觉得 Banksy 的经历真的很有趣一个以批判资本主义闻名的人，他的作品却被资本主义认可，反而因此炒作出了更高的价格。你再怎么反对抵抗体制，体制还是有办法来利用你这件事情本身真的非常讽刺，很有 Banksy 的风格。
还有一个我们觉得很有趣的点是，为什么全世界在追捕 Banksy， 他还是可以继续的在光天化日下面涂鸦，不会被抓到呢？这部分其实 Banksy 的经纪人有偷偷透露，而这个自己看会更有趣，那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吧。而且现在这部纪录片还可以免费观看哦。最近我们跟台湾线上影音平台 Giloo 一起策划了志祺七七线上影展沟通渴望，精心挑选了10几部想要推荐给我们观众的电影。那除了今天的神秘涂鸦客谁是 Banksy 之外，还有讲北韩爱国者的我爱金正恩，讲菲律宾独裁夫人的大权在后等等。那只要输入序号傻傻七七，就可以在 Giloo 免费观看志祺七七影展30天，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电影。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会怎么看待 Banksy 这个艺术家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因为匿名才炒作起来的吧。比我觉得很酷还能够利用自己的作品呢为社会做事。所以涂鸦本来就违法，再厉害都不应该参战。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Banksy 是谁。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菲律宾独裁夫人以及艺术品为什么那么贵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